同学们，今天这一讲非常重要。大家还记得从小学到初中数学的过渡吗？在初中的时候，你开始接触了代数的概念，在那里面，你逐渐习惯了设一个变量，并且列写以这个变量为未知数的方程，从而求解出这个变量。在今天的这一讲里，我们将继续这样的旅程。也就是说，你假设任何一个变量以后，列写方程就可以求出任何的电压和电流。让我们开始吧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这是电路原理课程的第4讲。在这里讲里，我们讨论参考方向。首先，我们要回答这么一个问题：为什么需要参考方向呢？在大家中学所学的电路知识里，你可以知道，对于这样一个电路来讲，电流一定是这么流动的，这是很简单的。但是呢，正如我们在第1讲里讲的那样，对于有些电路来讲，电流和电压的方向是不能被事先知道的。比如说，对于这样一个电路来讲，我们可以认为每一个线段上都有一个元件，其他的这些元件上的电流都是可以确知的，因为左边的电压比右边的电压要高。但是呢，对于中间的这个元件来讲，它上面的电流方向是我们不能够事先知道的，这一点在第1讲里面讨论过。那么第2个原因呢，在于有的时候元件上电压和电流的方向是随着时间变化的，比如说正弦激励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段实验。现在请看关于正弦信号的演示实验。首先介绍一下演示用的实验设备。本次演示及后面的一系列演示实验都是在电路移动实验箱上进行的。它是由清华大学电路原理教学组专门为课堂教学设计的，主要由3部分构成。第一部分是信号发生器，可以输出正弦波信号和方波信号。第2部分是电路实验板，上面的已做好的电路板根据不同的实验可以更换，下面的面包板可以自己搭建电路。板上提供了正5伏和正负12伏的直流电源。第3部分是虚拟机部分，通过 USB 接口与电脑相连，用 LabWave 软件实现双通道虚拟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。现在请看正弦信号的演示。电路由2个30千欧的电阻串联构成，输入是由实验箱产生的正弦波信号，接在输入端和参考点之间，输出是下面电阻上的分压。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由虚拟示波器显示的输入和输出电压波形。通道1接的是输入信号，就是图中的这条黄色的曲线。通道2接的是输出信号，就是一条绿色的曲线。由波形可以看出，首先正弦信号是随时间变化的，其次说明当电路中支路电压电流随时间变化，其值是可正可负的，也就是说它们的实际方向是不断变化的，所以有必要引入参考方向。那么了解到了为什么要有参考方向以后呢，我们就来分别讨论电流和电压的参考方向。对于电流来说，如果说我们假设参考方向是从左指向右的，而真正的方向是从左指向右的，那么我们计算出来的参考方向就一定是大于0的。至于怎么计算出来，这是后续几讲的内容。那么如果说真正的电流方向是从右指向左的，那么我们计算出来的参考电流一定是小于0的。那么了解到了参考方向以后呢，我们就知道有2种表示电流参考方向的方法。第一是箭头，也就是像图上所示，从左到右或者从右到左。第2呢就是下标 ，IAB 标志着我们认为电流的参考方向是从 A 指向 B 的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例题。对于这样一个简单的电路来说，我们知道实际电流值为1，而且呢是从 A 流向 B 的。如果说我们假设 I1 的参考方向是从 A 指向 B 的话，那么很显然 I1 是等于 I 等于1安的。但是如果我们假设电流是从 B 指向 A 的话，那么从这个简单的题里也容易得到 I2 是等于负 I 等于负1安的。那么讨论完了电流以后呢，我们来讨论电压的参考方向。类似的，
如果说实际电压是左边电位比右边电位高的话，我们同时又假设左边比右边高的话，我们一定能够得到 U 是大于0的。如果说实际是左边比右边低，而我们假设左边比右边高，那么我们一定算得出来 U 是小于0的。再次强调，如何算出 U 是我们以后即讲的事儿。我们继续来做这么一个简单的例题。我们知道 UAB 一定是10伏，而且呢 A 比 B 高10伏。如果说我们假设的参考方向是上正下负，那么 U1 一定是等于 UAB 等于10伏的。当然我们也可以假设 U2 是上负下正，意味着我们认为下面比上面要高。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来讲呢，根据电压的定义，很显然等于负的 UAB 等于负10伏。那么对于电压的参考方向来说呢，我们有3种方式可以表示。第一种方式用箭头，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沿着箭头的方向电位在降，或者说沿着箭头的方向有一个电压降。第二种方式是用正负号，我们认为正端比负端的电位高 U。第3个表示方式是用双下标，我们认为 UAB 表示着 A 端比 B 端高 UAB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要复习一下关于电动势的表示，同样的也有3种方式，但是呢，其定义跟电压有所不同。根据电动势的定义，我们知道沿着箭头的方向电位是升。如果用正负号来表示，我们认为正端比负端的电位高 E。如果说用双下标来表示，我们认为 EBA 标志着从 B 到 A 的电位升是 EBA。所以同学们需要对比电压和电动势的不同的表示方式。本讲的最后一部分呢，我们来讨论电压和电流参考方向之间的关系。对于任何一个2端元件来说，它们上面的参考方向的关系可能是4种情况。我们在这里给大家都画出来。电压分别可能是左正右负或者左负右正，电流可能是从左流向右，也可能是从右流向左。对于这4种情况来说呢，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是否有可能把它们分类成2组。比如说，同学们观察一下上面这一组有什么共同特点，下面这一组有什么共同特点。是的，在上面这一组里面，电流总是从电压的正端流入；在下面这一组里，电流总是从电压的负端流入。对于上面这种情况来说，我们给出一个定义，这种方式叫做关联参考方向。对于下面这种方式来说，我们管它叫非关联参考方向。电压和电流都是随便指定的，但是指定了以后，在任何一个2端元件上，电压和电流的参考方向之间就存在着关联或者非关联。对于一个2端元件来讲，电压和电流的参考方向是关联和非关联是非常重要的，它对于列写这个2端元件的方程有决定性的作用。好的，这一讲就到这里。